Hello， 我是小金，今天要来讲的是一个为了窃听情报而去挖了一个崩坑的故事。话说，这是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规模最大的一场窃听秘密行动了。那时，美国想要监控、掌控苏联的活动与影响力，但是那时候间谍卫星还有高空侦察机都还没有上场，所以呢，还是必须靠窃听来搜集情报了。而当时冷战时期，柏林是欧洲最大的通信中心之一。根据中情局的资料，莫斯科那个时候要跟旗下的东方集团卫星国，像是波兰的首都华沙，还有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打军用电话或情报时，都是要透过柏林交换站。所以呢，美国就决定要从柏林这边下手，挖出一个地下隧道去窃听情报。但是挖隧道这当然是大工程啊，因此1954年在西柏林美国占领区开始动工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对外就宣称说这是要盖美国空军的雷达站与仓库。挖地道不是会有一堆泥土沙石吗？这些沙土就通通都堆放在这个仓库的大型地下室，当时就挖出了3100吨的沙土，这个数量呢几乎是可以填满20个一般美国家庭的客厅诶。其实这个挖隧道的工程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6处联手合作，整个工程花了快要1年的时间，而且隧道里头还用了125吨的钢板去铺设加强支撑，再把电缆线从隧道穿过去，然后跟苏联军方的电缆线连接起来。而之前英国的白银行动就是成功的在奥地利挖掘地道窃取苏联的通讯，所以英国这一回就负责帮美国安装窃听设备，包含了大型的交换机，还有400多个扩音器与600台的录音机。美国这个仿效英国的计划就称为黄金行动，因为中情局认为从这里可以获取比黄金还要更有价值的情报啊。1955年，柏林隧道开始进行录音窃听，美方从中掌握到了苏联的战斗序列以及参加原子能计划的科学家他们的身份识别。美国因此成功策反了一些科学家，获得了苏联的核武情资。但是千算万算却没料到，苏联竟然老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隧道的存在了。继续讲之前，先请大家记得帮小金按赞、按订阅，还有分享哦。好，这个隧道都已经这么秘密了，怎么会被发现呢？原来都是他，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英国军情6处间谍。话说，乔治·布莱克曾经被派往韩国搜集情报，结果遇到了韩战爆发，布莱克就在那里看到了美军轰炸北韩的平民，而后来他自己也遭到了北韩人民军的俘虏。这段时间，他开始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再加上其实小时候他就接触过共产思想，于是布莱克就决定要变节投诚了，从此变成也帮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因此，早在柏林秘密隧道都还没动工之前，布莱克就已经把这个天大的绝密情资告诉了苏联 KGB。可是苏联在得知以后却假装不知道，苏联故意把情报做个筛选，一些改走其他的路线发送，有一些则让美国继续从隧道监听。秘密隧道就这样默默持续进行了11个月。但苏联为什么不直接拆穿美国的这个监听隧道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要避免布莱克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暴露出来。毕竟知道这个惊天机密的人并不多啊，要揪出来应该是不难。本来苏联还要继续采行 Look the other way， 就是虾米都没垮掉，当作什么都不知情。一直到1956年4月，柏林下了一场大雨，一个苏联士兵巡逻时不小心发现了这个超机密的窃听隧道，并进去查看。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本来还在隧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赶紧匆忙从西柏林那一端撤退逃出，窃听隧道因此被揭露曝光出来。原本都假装不知道的苏联，这才顺势大肆抨击美国违反了国际法，而东德也带领了一批记者去柏林隧道拍摄采访，挞伐美国是强盗行为。至于泄密的布莱克，则是遇到对手了。窃听隧道爆发后大约5年，也就是1961年时，波兰的一名军事反间谍单位副主任麦克·戈莱涅夫斯基，这位波兰的国家情治单位主管，他更夸张了，他同时也为苏联与美国提供情报，是个3面间谍。当时戈莱涅夫斯基
意外发现布莱克正向 KGB 通报，美国在波兰有一名高级线人戈兰涅夫斯基，眼看自己三面间谍的身份可能要被揭穿了，他立刻逃亡，逃到美国，而且连忙抖出了英国间谍布莱克早就帮苏联 KGB 做事了，是个双面间谍。所以布莱克就这样栽了。而过去他跟 KGB 泄密英国所布建的特工名单，导致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被杀。英国法院就以叛国罪的罪名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可是这个布莱克真的厉害了，他在监狱中关了5年之后，凭借着3名狱友的帮忙，1966年时，布莱克竟靠着绳梯从伦敦监狱成功逃脱，然后辗转从东德逃到了莫斯科，在当地还受到了英雄式的接待欢迎。从此他就在苏联负责培训间谍特工。他在2020年辞世，活到了98岁。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现实状况就是比演电影还夸张啊？好喽，一个窃听崩康的故事，今天就分享到这了，咱们下部影片见喽！记得要订阅分享哦，拜拜！发现了这个超机密的窃听隧道，并进去查看，就在这个井冈，英国法院就以叛国罪的罪名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